is 森海 ，This is Baya， This is Grill。小伙伴们，欢迎来到新期耳边开箱。我想很多烧友都跟我一样，刚入坑的时候呢，就接受了拜雅、森海塞尔这种德奥系大牌的启蒙，甚至连天鹰冠都是他们塑造的。这些年来，我已经把 HD600、HD700 和800这些型号全部集齐了。这支800还是个1000号内的顶级收藏品。但是呢，同一个风格你听久了，难免就想换换口味嘛。我这个人确实是比较喜新厌旧经常就会脑补德系大耳能不能做出一个声音，既有森海这种大气开阔的空间感，又能兼顾流行人声的表现。前段时间，由森海塞尔的前任设计师 XL Grill 去创立的耳机品牌 Grill Audio 推出了他们的第2款产品，开放式动圈大耳 OAE2， 售价4380。这个品牌我其实已经关注很久了，不但热手过他们的第1款产品 OAE1， 也是这支 OAE2 的首批用户。尽管品牌呢还比较年轻，但是这只耳机却让我回想起了多年前那种最传统的德式风味，所以我今天是带着相当激动的心情来和大家分享我第一手的使用体验。Grill Audio 的品牌创始人是 XL Grill， 他本人的职业生涯其实就是德奥系耳机那个黄金年代的缩影。1991年他加入森海担任高级声学工程师，第1款产品就是老烧们至今都还在追捧的 HD580。而是 HD600 650还有800这传奇型号也都是他去主导研发的。坐拥耳机之王的名号超过10年的奥菲斯2代，就是他为森海去打造的最后一款重磅作品了。离开森海塞尔之后呢 ，XL 就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Grill Audio。第1款产品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支 OAE1， 首次应用了品牌最具代表性的 FSFM 技术。我们都知道，大脑是可以从声音通过上半身、头部还有外耳道的时间差、相位还有音调变化去判断声音的方向和距离的。我们平常去的音乐会时声音都是来自前方，而音箱系统的摆位也是在我们前方，所以就能够还原出近似现场的空间效果。而传统耳机的发声单元呢，是在我们头部的两侧的，会将声音直接的送入耳道，就缺少了一个反射的时间差。所以哪怕过往的头戴大耳能把声场做大，但是位置和形状就始终和现场不太一样。那 FSFM 技术就是把动圈单元以一个特定角度放置在耳朵的前方，从而去模拟出音箱的发声方式，获得一个自然的声场。但虽然 OAE1 这个产品的想法和技术都很超前，完成度却不太理想，没能够让技术得到一个充分的发挥。之后又经过了几年的打磨， XL 才造出了这一款 OAE2。 待会儿呢，我会对比一下这2代产品的表现。 OAE2 采用的是一个开放式全包耳的设计，外观比较朴素，但是仔细观察把玩之后呢，我觉得它的用料和工艺还是很能体现德系产品的那种精细质感的。它的外壳是钢材，搭载不锈钢面网，材质耐用，而且工艺细节处理得很到位。耳垫的包裹性比较好，又不容易变形。整体呢，虽然说算不上好看，但绝对是非常扎实耐造的。自从 OAE2 在各大展会开放试听以来呢，烧友们针对它的佩戴就有不少的吐槽，比如容易夹头、耳罩的角度很刁钻等等。这个耳机的佩戴也确实是它唯一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了。它的头梁虽然强度不错，但设计很简单，脑袋大的朋友很容易觉得夹头，或者是有一点压头顶。建议大家入手前呢，最好到实体店去试听一下。另外就是它的耳罩朝向很特殊，只有让单元和耳朵形成一个精准的角度，并且让耳罩完全包裹好脸颊，才能呈现出一个宽松的声场。这里呢，我分享一个小窍门其实头梁放到最长的时候，耳罩反倒会夹得更紧。你可以尝试稍微的给它调短一点，再旋转一下耳罩，会更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佩戴角度。为了方便使用， OAE2 采用的是一个双边入线的设计，支持单边连接或者是2边同时连接。
原装耳机线配的是单边 3.5 单端和 4.4 平衡这两种，插哪边都可以。不过单边入线在驱动效果上肯定就没有双边那么 hi-fi 了。据官方说呢，后续是会推出一个双边的升级线材，但考虑到他们家上线的效率嘛，我觉得呢，等第三方的升级线可能还更靠谱一点。我想，无论是二声道的玩家还是耳机玩家，其实对传统德奥风味的理解都是类似的。作为古典乐发源地的欧洲，培养了众多音乐领域和声学领域的人才。从这里成长起来的 hi-fi 品牌，在声音审美上都很重视古典乐的回放效果。二声道的高文、柏林之声是以灿烂的音色和宏大的场面著称，而作为传统耳机品牌代表的森海塞尔，追求的是一种接近现场的厅堂感。拜雅就更加注重对乐器和人声音色的精准还原。简单来说，开阔的空间、宏大的气势和自然的音色，就构成了发烧友普遍印象中的德奥之声。OE2 在继承了传统德系耳机优点的基础上最让我惊喜的是它独一无二的空间感。FSFM 技术带来的声场是非常自然的，不是一味的去追求大，而是有着一个近似圆形的规整比例，结像位置靠前，纵深很优秀。这在5000以内的大耳里是相当难得的。以往呢，我也听过不少声场很大的耳机，但它们的声场更多是往两边去延伸。而 OE2 是让我清晰感受到了声场的一个深度，模仿出了音箱的听感。我用它回放一些大提琴、钢琴协奏曲的时候，能够感知到独奏乐器是在乐队的前方，管乐在弦乐的后方，打击乐就是坐镇最后一排，整个场面井然有序。除了声场这个亮点之外，OE2 和以往那些传统的古典大耳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把中频做得太薄太凹，而是展现了很出色的中低频密度，人声饱满，结像也比较顺滑，还原度高却不会干涩。在回放流行乐时对于情感的表达是很细腻的。而且它的中低频衔接顺畅，下盘沉稳，打击感拳到肉。在回放管风琴钢琴这一类音域很广的乐器时，能量是相当充沛的。听完我上面的声音描述，再加上传统德味这个头衔，可能很多人会脑补这个耳机一定特别的难推。但实际上它采用的生物纤维振膜动圈单元并不算难驱动，约有着38欧的阻抗和100 dB 的灵敏度。其实拿异度 Link 3这种大尾巴，或者拓品 DX12 这一类迷你台机推出来框架就打得很开了，低频的质感也不错，拿来听一点器乐独奏人声是基本够用的。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用大耳来听一些交响乐、电影原声，那我建议还是配一套更全面的台机来驱动它。我自己平时是用这套 YBY M302 加玉龙 DA2 的组合来搭配 OE2 的，听感大气，而且能够很好的去发挥出这个耳机大动态、高密度的特点。不但听交响很有气势，而且回放一些 live 演唱会也是沉浸感十足。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OE2 的评分。仔细体验过这款大耳之后，我完全能理解为什么之前很多少在展会上都猜测它要卖到6、7千甚至是上万的价格，因为它的声音审美和硬素质确实是对标过往很多经典的万元大耳的，而且还更好推更好玩。如果能优化一下使用体验，把佩戴做舒服点，那就更完美了。但这个可能就要留到下一款产品才能实现了。和 Grill 上一款产品 OA1 相比， OA2 虽然在外观上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两者的声音呢已经是截然不同了。OA1 的问题就在于声场虽然开阔，但不够自然，形状有点扁，而且低频的量感太大，不耐听，所以推出之后是口碑有点褒贬不一的。而 OA2 的声场是非常规整的，低频的质量俱佳，整体听着非常的平和圆融。看到这，可能很多少会好奇 OE2 和森海塞尔现有的产品相比，究竟孰强孰弱？这里我就分享一下我个人听感了。像800 800S 这种主攻古典乐的德系大耳，我觉得他们的声场宽度还有高低两端的延伸呢，放到现在还是有着不可替代的表现力。而 OE2 的调音就没有那么强的个性，会做得更杂实，优化了中频表现，所以能够兼顾一下流行人声。
而跟拜雅家的 DT1990 Pro 这一类纯选监听戴尔相比，它的音色又更加的柔顺和讨耳朵，所以能够去兼顾专业监听和音乐欣赏的需求。我觉得大体上呢 Grill 这个品牌有点像是结合了森海和拜雅的特点去打造的一个融合体。如果你是听着德奥系戴尔成长起来的老少，入手这只戴尔是绝对不亏的。你能从它身上感受到承袭了传统并迎合新时代去完成进化的德系风味。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